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在之前我们就已经介绍过了步兵还有骑兵的搭配，还有他们的优缺点，现在的情况。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工兵的情况。为什么工兵拖到现在才来做呢？是因为近期才刚推出了新的工兵统帅嘛，然后我要观察一下新工兵统帅的表现怎么样，去收集一些报告，在不同的环境下他出来的表现如何。当然我这边没有办法分享报告给大家看啦，不过我这边会用口头跟大家说一下新的工兵表现如何。那么还是一样，我们先从搭配开始讲起。那核心呢就是秦始皇，也因为秦始皇他的技能关系啊，所以他一定要担任主将的时候才会有怒气。不过也因为他的定位比较清晰的关系啊，所以你只是需要找工兵来搭配做他的副将就可以了。至于他的副将选择呢，最优先推荐的其实是用秦始皇搭配诸葛亮，但是这个成本会稍微高一点，而且也要考虑到如果你用这个搭配组合之后，你的第二个工兵部队要怎么去搭配，所以一般情况下玩家都不会用秦始皇搭配诸葛亮。比较省钱经济的做法就是用秦始皇来搭配李成桂。虽然李成桂他是第一代的工兵统帅，但是不代表说李成桂很弱，最主要就是李成桂他的第四技能伤害提升 50%， 再加上他博物馆的争议提升满的话，直接提升工兵防御力 20%， 还有额外的技能伤害提升 12%， 使得李成桂就算现在是已经2026年这么多年过去了，李成桂还是可以用。而且秦始皇是高度依赖技能伤害的一位统帅，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没有诸葛亮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用李成桂来搭配秦始皇，这两位统帅搭配秦始皇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当然有一些玩家他们可能会想要用别的方式，就比方说在打温泉的时候，他们就会用秦始皇来搭配珍珠，这个方法至今为止还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成本有点高啊，因为珍珠不是我们目前必须要用到的工兵统帅，所以你为了要打一个温泉而去培养珍珠，这个并不是很值得。至于新的工兵统帅拿来搭配秦始皇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考虑到新的工兵统帅它是没有 AOE， 而且又有叠层的问题，使用起来其实会比较麻烦一点。而且这个新的工兵统帅在实际表现呢，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了，所以如果给我推荐的话，你们使用一队还是使用秦始皇搭配诸葛亮或者是李成桂就好。如果你是有两队的情况下，秦始皇就肯定是拿李成桂。然后我们接着第二队呢，你可以选择用海尔曼搭配诸葛亮，或者是用诸葛亮搭配赫克托尔也是可以。不过赫克托尔其实他是领袖统帅啦，而且赫克托尔其实我觉得有很大可能在未来会被取代掉了，所以赫克托尔如果没有的话，也不用急着去培养。当然如果你之前已经有培养过斐利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拿诸葛亮搭配斐利来使用。除了这些选择之外，还可以用诸葛亮搭配亚述，或者是诸葛亮搭配新的工兵统帅 AA， 这些搭配组合都是不错的。那有哪一些统帅是值得去培养的？首先第一个肯定是秦始皇，他是目前唯一一个拥有6个 AOE 的统帅，而且他是完全不依赖他自己的主动技能，就是靠他的普攻去打击自己的敌人。对于那些操作并不是很好的玩家，或者是不会拉扯用手机的玩家来讲，秦始皇就是无敌的存在，就是断层的存在，他的报告总是比起其他的统帅还要好出好几倍，也是目前工兵统帅的核心。如果是说官方要设计一位统帅来替代掉秦始皇，我觉得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出现的，至少要等2-3年之后才会出现。所以如果你还在考虑着你要去培养哪一位工兵统帅的话，秦始皇是肯定可以去培养的，不需要太担心。第二优先推荐的就是诸葛亮，尽管有不少的玩家说诸葛亮现在好像已经变弱了，但我依旧还是推荐诸葛亮，主要是因为他是圆形范围 AOE， 而且诸葛亮的爆发性很高，而且他恢复怒气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并且我觉得目前为止诸葛亮表现不好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他的搭配问题，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组合可以让他发挥他自己的实力。像以前统帅没有这么强的时候，诸葛亮其实是断层的存在，所以后来官方推出越来越多的新统帅而把诸葛亮给压下去了。还有诸葛亮最大的缺点就是跑速的问题啊，虽然秦始皇也是有这个问题存在，但是秦始皇的攻击模式跟诸葛亮不一样，就变成说培养诸葛亮的难度其实会高一点啊。你们就连装备尤其是鞋子都要觉醒5才可以让他的速度
稍微快一点。这也是为什么玩家一直不断的去改换诸葛亮的搭配，一直要配一个速度比较快的统帅给他，像是领袖统帅之前就曾经用斐利来搭配诸葛亮，是因为他这边的速度可以提升20%，赫克托尔也是提升20%，并且每次工兵一推出的时候，我们第一眼要看的就是行军速度到底有没有提升。像之前就有不少玩家嫌弃海尔曼的速度比较慢，亚述也是被嫌弃了，所以才给诸葛亮搭配领袖。所以当这一次新工兵推出的时候，我们第一优先也是先去看他的行军速度提升多少。没有想到25%，其实这个提升还不错。不过我们把话题拉得有点远啦，这个新的工兵统帅不是必须要练的啦。第3个必须要练的工兵统帅就是李成桂。李成桂这个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好，都是很值得的。从 KVK1 至今征服赛季都依旧可以使用，而且我觉得早期应该有很多玩家都已经把李成桂给觉醒了。毕竟如果你们早期连李成桂都不觉醒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统帅可以去使用了。那目前推荐的工兵呢，其实只有这3支统帅我是推荐而已，其他的工兵统帅其实我都不太推荐。至于不推荐的工兵统帅方面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工兵统帅是不推荐的。整体来讲，工兵算是比较 OK 的。那就比方说，你讲新的工兵推不推荐呢？严格来讲，它也算是不推荐，但是不是说完全不推荐，就是它可以用，不至于到这么糟糕的情况。就不像步兵跟骑兵这样子，肯定是有一些统帅你是不推荐的。那唯一说不推荐的，可能就只有布迪卡吧。这个真的是有点烂啊，少数没有 AOE 攻击的工兵。当然我这里指的就是野战方面啊，就连珍珠就算是说它是单体，它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它至少是提升了工兵的生存率，它有回血。像一些特定的场合还是需要用到珍珠的，就比方说可能在日落峡谷或者是在温泉里面都可以用到。海尔曼虽然我一直说要把它给淘汰掉，但是如果你现在要组合2队或者是3队工兵，依旧还是要使用它。亚述、集结、野战都可以使用，但如果你是工兵驻防玩家的话，其实我不太推荐早期的一些工兵驻防统帅，像是迪多啊、阿曼尼托尔、阿尔特米西啊，这些早期的工兵驻防统帅都不太行啊。除了李成桂，严格来讲他也是驻防统帅的，但是李成桂还是很屌的。工兵集结的话，其实一直以来工兵集结都是很强的，所以没有说哪一个工兵集结统帅是不推荐的。当然，如果随着版本更新呢，有一些旧的工兵集结统帅肯定是不太能用了。就比方说像吉尔加美什，现在已经是没有什么用到了。那其实亨利偶尔还是会用到，但是情况比较少数。之前会用到主要是因为它抗围殴的特性嘛，但是现在有了饰品之后，其实有不少玩家就是拿工兵搭配阿提拉去抗围殴。亚述依旧还是会用到，拿来搭配我们新的工兵集结统帅，所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啊。当然如果真的要说不推荐的话，西德是非常不推荐的一位工兵统帅。对于目前工兵的情况还有未来的猜想呢，其实目前工兵说实话还是有一点尴尬的情况啦。因为如果你是说很强的工兵，确实是有很强的队伍，就是秦始皇的队伍肯定是断层的存在。但是如果是说到第2队的工兵，就比方说像诸葛亮或者是海尔曼搭配诸葛亮，诸葛亮搭配 AA 之类的这样子的组合呢，其实他们的报告都会卡在中间，甚至有一点垫底的情况。这里也是顺便说一下这个新的工兵统帅AA 的表现。那我这里是收了2批人马的反馈，有包括埃及联赛的，还有包括 KVK 的。KVK 方面就跟我之前看他技能的时候所猜测的是一样的，就是他有不少叠层的问题存在，所以在你正常拉扯的情况下，其实他表现并没有这么好。我看到不少玩家分享出来所有的报告呢，其实他的报告只是排行在霍去病的那个位置而已，就是说垫底，但是还不至于完全垫底，就是比较靠尾部吧。如果你是使用7队的玩家，可能他是排行在你的第4队或者是第5队左右，因为上面比较好的都是被一些比较强的统帅给包揽了。就比方说你第一个报告比较好的肯定是孙武或者是秦始皇嘛，这边就已经有2队了。再来第3呢，可能就是阿卡琉斯的队伍，所以第4开始才是一些偏比较弱一点的统帅，但严格来讲他不算是完全差，相比较起其他的统帅搭配的话，其实他算是很不错了。但我不推荐的原因主要是有好几点啊。首先第
第一点就是年度统帅有很大可能是工兵，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培养 AA 的话，你至少也要看一下年度统帅出来的表现怎么样。第二点就是因为他是单体统帅，一般来说工兵单体统帅是活不久的，这个我在之前就有强调过了。第三点还是他的技能设计啊，就很像这种叠层的情况呢，其实在战场上表现一般都不会太好，而且这种叠层的统帅有很大可能都会被抛弃掉，操作难度也会比较高一点。如果你是已经习惯了目前拉扯的环境来讲呢，其实真的不太适合。但是我讲了 KVK 的部分呢，接下来就要讲联赛跟 I 级的部分。联赛 I 级有玩家跟我反馈说是表现得很好的，是出乎意料的好，因为你在使用这位统帅的时候，你是不需要去拉扯。在 I 级在联赛之中，我们都是队伍互相碰撞，你不会有拉扯的动作存在，你一拉扯肯定就是输了。并且他的情况呢，就有点像贝利这样子，只要你们携带更加多的 AA， 就可以施加更加多的 debuff， 就像他的第三技能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是有长期关注联赛的玩家，你们之后可以注意一下战场，你会发现到有不少玩家是使用 AA 来打联赛的。但是如果正常玩家为了要联赛或者是 I 级而使用或觉醒这个统帅呢，其实成本有点高啊，所以不太推荐。那我也是有看了一些玩家用海尔曼搭配 AA 的表现呢，其实也是一般般而已啊，没有到特别强。那之前就有玩家说可以把他们做成一个完全 debuff 的队伍，而且 AA 它本身就有输出嘛，看他表现到怎么样，但其实也没有多好。有些玩家甚至说如果你有2队工兵的话，你就可以考虑 AA。 但我的角度来说，其实就算是你有第2队的工兵也好，也不应该会用去 AA 那边，除非是说你早期的统帅都没有，就比方说你早期的海尔曼没有，或者是你没有去培养诸葛亮之类的，你就可以去弄一个 AA。 但是我觉得 AA 不会优先之作啦，你肯定是会诸葛亮、秦始皇还有李成桂这3个统帅弄出来之后再考虑其他的工兵统帅嘛，所以他是这3个统帅之后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会变成你第2个队伍的搭配，你会使用到它。但如果你是长期玩了一段时间的玩家，你可能会有海尔曼，在有海尔曼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分成3队，然后你的诸葛亮可能拿来搭配亚述，拿来搭配赫克托尔，拿来搭配腓力，海尔曼就拿来搭配 AA， 秦始皇搭配李成桂，变成3队的工兵。也因为有秦始皇的存在，所以还不会让工兵的地位这么差，因为他每一次都可以把报告拉起来，就会让你觉得说就算他第2个工兵队伍成绩报告差一点也没有关系，秦始皇都会救回来。至于对未来工兵的发展呢，我觉得官方要推出一个比较强一点的工兵统帅，虽然现在他们还是有秦始皇这个超强的工兵统帅啦，但也就目前只有秦始皇是比较强的，在工兵野战方面，现在就连诸葛亮呢都有点搬不上台面的样子。虽然是说我们都觉得李成桂很强啊，可以用到现在，但他并不是因为他自己强，而是刚好他适配秦始皇，所以才变成说李成桂也是很强。那目前呢，我们是不需要太多工兵的主将啦，是需要副将多一点。尽管官方他们是设计了 AA 来承担副将的位置，但是我觉得他不足以弥补到那个位置，他担任不到这个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希望官方能够出一个好一点的工兵统帅，并且是有 AOE 的啦，来提升一下工兵的搭配组合。虽然现在工兵也不算太差啦，就是稍微弱一点点，仅次于步兵而已。那如果是说集结驻防方面，下一次推出的工兵统帅就是集结统帅。以目前来讲，目前的工兵集结统帅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算是目前最强的集结。但是不知道之后官方又设计什么牛鬼蛇神出来，因为在工兵之前又有骑兵又有步兵，尤其是下一次步兵就是驻防统帅，有很大可能可以防得住沙普尔的进攻，所以就导致成官方他们也要设计一个更强一点的工兵集结统帅。但因为现在还不知道新的步兵驻防统帅会怎样去设计啊，所以我们这边也没有办法去猜测，或者是去想着说下一次推出的工兵集结统帅应该要怎么去设计，所以我们就暂时搁置。那么以上就是关于工兵统帅的一些看法，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看法啦，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完全使用工兵的玩家，也比较少接触工兵，所以有可能我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你们自己有什么看法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